这个共机绕台哈，特别是最近这个架次特别多哈，一部分当然是因应这个六国军演啊，中国知道六国军演假想敌一定是针对中国啊，所以呢，他当然也要有所反应啊，表示他不信邪不怕鬼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也是10月嘛哈，这个。中国今年没有国庆阅兵嘛，但是利用这个机会呢，展现另类的一种阅兵这个也是一种可能的做法啦。因为你说共机绕台，即使出动1架2架，这个也绝对不是战区层级可以决定的，一定也是要中央军委同意的，这一点是很清楚。那台湾呢，面对这个共机绕台我个人认为是乐观的人太乐观了，悲观的人太悲观。那先讲悲观的人为什么太悲观？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中国犯台好像就迫在眉睫然后这个必须要赶快虚心求和了。实际上，第一个是你求和不一定能够避免战争因为你求和代表你害怕战争，你见到害怕战争，那这个更可能被施加战争作为你这个畏惧或者是投降的手段。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中国动武其实它需要考虑的因素也还是相当多的这个它当然这个军事实力上对台湾是具有优势的，它绝对也有在明天犯台、后天犯台、下个月犯台的这个计划一定都有，只是成功的几率高低问题。目前看来呢，中国还是认定和平统一是有希望的，他也不可能承认和平统一已经没有希望，因为如果他承认和平统一已经没有希望，那无疑就承认他所有的对台工作是彻底失败的。那这个在任何的部门都不可能承认说我的工作这么久是完全失败，而且呢，等于承认说中国现在大国崛起这个中国梦这些对台湾毫无吸引力所以呢，和平统一不可能。那这样子的话，也等于说承认自己的发展是有问题的。所以怎么样呢？中国官方都不可能直接公开或私底下承认说和平统一已经绝对无望，这不可能那这个和平统一既然不是绝对无望的话呢那这个是不是就要动用武统这个对中国来讲就是一种内部的制约所以呢，这个是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个在台湾悲观的人认为说中国即将犯台甚至于说像这个中国这个什么时候要犯台，这个日子都讲出来，年份都讲出来我认为这个都是很不可思议，因为第一个就是以往我也听过很多说2020啦，2022啦，2016啦，这个每一个年我们听过很多时候就说中国在那个时候就要犯台，实际上来讲都没有发生，不是说中国这个黄牛了，而是说这种预计时间我认为没有意义，因为中国共产党做任何事情，比如统一台湾它绝对是非常灵活的，照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来做这个步骤的调整，而不会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硬性的期限。这一点是这个了解共产党行事规则的人都会很清楚的。那这个是悲观的人太悲观，但是乐观的人呢也太乐观。太乐观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认为中国呢，第一个他没有能力犯台，第二个犯台的话，美日呢也一定会这个采取这个作为来这个一起来保护台湾，一起来保护台湾。我不怀疑美国、日本这些周边国家没有希望中国犯台，然后呢，他们呢也一定会设法这个劝阻这个中国不要犯台。但是中国是不是一定听他们的，这就不一定了。那么就说一个人呢，你有怎样的意愿，跟你会不会根据你的意愿采取行动，跟你采取的行动是不是有效，这是3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美国呢，他这个当然不乐见中共犯台，他也会支持台湾防御中共犯台，但是他的支持措施是不是100%有效？或者是中共会不会也有别的方法？美国的政策当时的形势会有改变这个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存在。美国也绝对不希望看到阿富汗落入塔利班的手里嘛，但是证明了他的措施就没有那么有效。我不是说台湾就是第2个阿富汗，不是，而是说任何国家其实强如美国也不能保证它的一切政经措施或者对形势的判断绝对是100%有效的。所以台湾自己还是应该要这个要有高度的警觉不能认为说你绝对高枕无忧，美日一定会出手。实际上这几年内美国、日本它的政局会不会改变，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说你说这个 COVID-19， 这个几年前也没有人会预料怎么会影响世界
界局势这么大，影响美国的政治社会这么大，美国现在还是全世界几乎可以说公布出来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好，每天确诊的人数啊，不幸这个逝世的人数都是在世界上都是很前面。这个怎么有人会预料说美国身为世界最强国家，怎么现在还困在这个泥淖当中？这没有人知道，美国自己也不断的在检讨，可是事情还是在发生当中。所以乐观的人在台湾也觉得太乐观，觉得你这个中国都是纸老虎啊，这个美日人绝对支持台湾，台湾可以高枕无忧我认为这一点也可能要做一些检讨，就是乐观的人这个不要太乐观，悲观的人呢更不需要太悲观，而是采取什么具体有效的方法比如说你这个与其呢，你希望美国派军来援助台湾，你不如呢多看美国采购武器装备。因为采购武器装备，美国出可以赚到钱，而且武器装备交给你，这也是一种支持的表现。那你出兵的话，第一个要他国会同意，第二个他要死人，这个相对来讲阻力一定大得多，而且这个现在来讲也没有正式的军事同盟嘛，所以这种东西其实，但是我们看到台湾对美军购这几年是不是真的很积极呢？我想大家也自有判断。